虽然川普之前已经否定掉说，你现在革命卫队你先选出来的领导人不可以是哈米尼的儿子，可是现在革命卫队你不要，我就是硬选，而且这个人事已经确定了，人事确定，按照我们刚刚讲的，你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礼拜六、礼拜天，然后开始以色列、美国要进行大规模的轰炸？你不是已经控制全局吗？控制全局，你干嘛还做这样的动作？搞了半天都跟这个人事案有关。那这个人事案出来了以后，世聪，你说现在可怕的是什么？可怕的是这个人事案出来了以后，两边的对抗一定会升高。对，目前为止来说，短期间之内来说的话，当然会升高。为什么？因为川普对这个人事不满嘛。那这个为什么选这个穆吉塔巴？当然是希望说他代表的哈米尼，他要复仇嘛。所以短时间一定是这样。但是问题是呢，川普就是个交易性格，一切都可以交易。所以我们在想他到底要做什么？第一个，他当然目的是要摧毁目前的神学政权。那为什么是摧毁神学政权？因为说实在的，在哈米尼还在任的时候，他还在世，他原本希望说他儿子能够接班。对。但问题是不行啊，因为他儿子呢，这个要透过所谓专家会议，神学成就不高，对，神学成就不高。而且你知道，如果你是儿子来担的话，那是不是就是世袭？那你还用这个来批评人家这个其他的王室？你跟其他王室有什么两样？因为我看到了美国有一个说法，我觉得很妙。他说，其实川普从一开始就打算，我要跟谁打交道？对，我要跟这个革命卫队打交道。是，像你现在的伊朗的总统，你现在被认为改革派。他说，川普这批人从来不相信这批人。是，他说你们只是门面。是，每一次都在那边讲说，我当好好先生啊，我是革命派，我是改革派啊，我是中间派啊，我是温和派。他说，伊朗没有中间派，伊朗没有改革派，伊朗没有温和派，伊朗只有一派，叫做革命卫队派。没错，你不管你怎么搞，革命卫队永远是中间最坚实的力量。是，所以川普早就想说，我就要跟你打交道。可是在我在跟你打交道之前，我要做足了所有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我要把你的神学的成分，你变成你军事独裁国家没有关系。对，美国跟军事独裁国家打交道绝对非常有经验。是，可是我不要跟神学打交道。是，神学打交道那个不是人世间的规则，那个我不懂。所以现在搞了半天是说，你今天为了图谋石油，这个阳谋出来了。对，第二个就是我真心要打的交易的对象也出来了。对，没错。如果是神学政权的话，神学政权重视的是什么？重视的是意识形态嘛。他可能跟你死磕到底。但是呢，问题是目前为止来说，到底真正掌权这个伊朗的人是谁？当然是革命卫队啊。我们大家就说嘛，穆吉塔巴可能就是革命卫队推出来的一个表面上的人嘛，对不对？但是呢，他这个所谓川普当然直接要跟革命卫队谈。那跟革命卫队谈的话，现在一个问题是，革命卫队现在最高领导人是谁？不知道。因为这个哈米尼不是在生前的时候就命令革命卫队各自为政了吗？各自为政，你怎么去谈？所以我觉得目前为止来说，川普再想一想看，那我到底可以跟谁交易？好，那跟谁交易之前来说的话，我就讲嘛，神学政权在意的是意识形态，那我问你，革命卫队在意的是什么？利益嘛。利益，你看过去段时间，我们曾经在节目上讲过，革命卫队是伊朗最大的经济体，没错，对，他有掌握非常多的 GDP， 都是他嘛，1/3的 GDP， 对，他占整个总出口的40%，对，那油也有时候掌握在他手上嘛，所以为什么这几天我要轰你的油？我轰你的油就是断你的油源嘛，断你的油源之后，你才会来跟我谈判嘛。就是我断你的钱财，那你又怎么办？对不对？革命卫队他可以因为利益来跟川普谈判，但是神学政权不会。所以才说嘛，接下来我们就看嘛，到这个穆吉塔巴应该是革命卫队推出来的一个人选。好，那假设革命卫队可以直接跟川普连上线的话，我觉得谈判或许在秘密的进行之中了。那我们就看川普要怎么进行这一场交易，然后让接下来整个这个伊朗的这个所谓战事能够快速结束的一个情形。不，对我来讲最关键的是这个战争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结束？荷姆兹海峡到底什么可以流通？你不要现在每天这样子股市大跌，每天这样油价上涨，我受不了啊！5分钟前，英国金融时报写一篇文章，哦，这件事情到底谁会获利？他讲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啊，20年前的中东战争，美国经济重伤，对，20年后的今天，中东战争，美国经济会成长，真的吗？而且他们估计最大的危机是在荷姆兹海峡，荷姆兹海峡被封锁的话，石油会涨到150块到200块。那不就全世界的需求通通锐减，对，因为太贵了嘛，买不起了嘛，大家会转到别的地方去啊，整个全世界开始进入萧条，没有一个赢家。但相对来讲的话，美国可能是不是比较好一点？所以这个也就是今天讨论的欧洲讨论的主要课题啊。因为我《金融时报》是欧洲媒体啦，对，他也感受到这个最大的威胁在这里了。
但欧洲还有一些小国，像挪威啊这些，他们有一些北海油田啊，这个它还产生。所以川普呢已经知道他经济上会获利，他知道他经济上获利啊，所以他不担心这个事情啊，他完全不担心、啊。他不担心通膨吗？他不是他，所以他7算8算，他们有一个平衡点。我不是经济学家，现在这边有2位的经济学家。但是我看到《金融时报》的5分钟前的报道，就是他估计荷姆斯海峡如果涨到封锁掉以后，20%的石油就停止，要绕远路了嘛，对不对？25%的 LNG 天然气就开始减少，这个多大的威胁啊！所以就150到200块，合不合理？合理啊！他们这是《金融时报》的数字啊。那这个数字出来的代表什么？代表一个全世界最大的警讯啊！那到底谁是获利者嘛？我们现在谈嘛。如果150到200的最大获利者是美国嘛，还有一些其他小国，俄罗斯当然获利。对，因为所以这里面就是有人赚，有空有多嘛，有空头有多头，打这个仗是有意义的仗，它不是乱打的仗。伊朗里面最大的这个所谓的石油经济的获利者是谁？你知道吗？是革命卫队嘛。他封锁掉革命卫队的经济来源，对，马上那个钱就不见了。然后第二个，他更厉害啊，他礼拜6开始轰炸，就是所有的在这个在德黑兰附近的燃料库嘛，汽油燃料库，我讲清楚，不是油田。那奇怪了，你打仗你打人家汽油燃料库干什么？汽油是干什么用的？汽油是民生要用的东西，它是让你整个德黑兰的区域性。地区上的紧张，然后让你的军用的油不能用，你这个革命卫队没有无汽油可用，所以他现在的方法是一步一步，其实整个焦点还是所在跟这个政权的交易问题，他在逼这个政权一定要跟他投降不可，所以他后面为什么要有第3艘航空母舰？第3艘航空母舰呢，包括你讲的这个101的这个82空降旅，他来把空降军，他们的目的港，他这是预备兵力，对，他不是要打仗用的。他航空母舰来的时候，他可以保护你谁？他保护中东的其他国家。你要知道哦，其实中共在这上面并不是最大，到目前不是最大的输家哦，因为伊朗的石油只占中共的需求的13%而已。那中东最大的是什么？是阿拉伯这些国家最大。而且投资来讲的话，上次世通讲的啊，那个中共答应伊朗要投资4000亿美金啊，到现在为止听说好像只有30几亿而已啊，干真笑吧，骗他嘛。然后呢，在阿拉伯投资不得了啊，阿拉伯跟他的投资关系啊，所以现在的为什么中共不动手的原因呢、啊？然后俄罗斯也不动手，俄罗斯现在也发财了。对，中共物价上涨，中共跟中东的关系良好，跟阿拉伯关系良好，跟这些逊尼派的关系好的不得了，好像变成什么样？变成整个伊朗变成孤鸟，国际上没有澳元啊，变成什么瓮中捉鳖。所以川普为什么嚣张啊？我你拖时间，我你惊你啊！最后你把你饿死掉，粮食把你封锁了。石油经济把你封锁了，然后你区域你在国内的燃油把你干掉，然后还有斩首行动，继续干。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最后会100%投降，一定被川普拿回伊朗。好，国人，因为这样在这一开始大家想说，一直冲着中国来，大家可能觉得不相信，可是一看起来，中国真的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大的苦主，而且中国这个苦主目前趁你需要你命。第一个，你的经济成长开始在下滑；第二个是，你很重要的公司，像比亚迪公司、像京东的公司，全部都在赔钱。这个国家是快速在萎缩当中。所以刚才吴总说的嘛，现在全世界经济都会萧条，但是你去看美国，川普一上任以来，他在解决什么问题？解决美元跟美国出口的问题。美国现在能出口什么？第一个是石油、天然气，现在欧洲的天然气40%再来就军工复合体。所以这次他希望什么？开条件跟川习会见面，就是要中国买什么？第一个是买他的石油，石油是他出口的，天然气他出口的，再来买他的波音飞机。所以他开出个条件，卖波音飞机，让他中国难以接受的是，我们都知道737 MAX 的飞安记录非常的差，中国还是答应要买，以500架的飞机再加787。不对，他为了要737，他们其实他们搞了一个919，
919时候是中国人的骄傲，他搞了半天，花了这么多的钱，我搞了一个919，说不行，919给我放在那边，你要给我买737。对，737买500架，等于是全世界如果有这个动作，代表什么？美国可以跟全世界说，你以后台湾要买，日本要买，你谁都不能拒绝，还要再买。连中国都买了，中国都买了500架是最大一笔订单，接下来100架的787，以及后续要开发的777XS 这个系列，台湾也要买哦，华航也买了这个架飞机，等于美国川普解决了什么问题？美国的石油出口、天然气出口，还有它军工出口，全部中国都买单了。接下来还有附加条件，就是大豆要买嘛。可中国为什么此刻要它？你看现在正在开了2会，已经看到中国陷入一个很严重的困境，是 GDP 的成长，去年很不容易撑到5%，可是今年因为各省都交不出成绩，说我可以拼到5%。那5是怎么拼出来？去年是靠出口补贴，它让出口撑到1.2兆。1.2兆美金哦，200多兆台币，撑到5%的经济成长，今年撑不住了。我们知道 GDP 要成长要靠什么？要政府、民间投资，要消费。它前面2个都没有，它的消费刚才回到了为什么大家要看比亚迪？到底为什么是它已经连2季衰退，毛利降到4年来的新低？重点是它现金流，还有它给客户的应收账款，本来2-3个月，现在已经到10几个月了。靠补贴出来出口，现在他自己碰到了，他急于要解决什么问题？他要把他的经济成长的问题，包括出口跟内需能够调好，所以他现在不能没有本事再跟美国去打这场所谓的关税战跟贸易战，他不这样，他就要接受川普的条件，摆脱了关税战的时候，他才有办法让内需跟出口这2个同时起来，所以他只能默默的吃下，这个条件其实非常的糟糕的条件，他还是接受了。除了比亚迪之外，你应该特别提到，连京东就可以代表它这整个的内需消费。那是普通内需，它连京东都开始赔了吗？对，代表它怎样？它去年以来，它整个出口是怎么样？发生了什么事情？它的就业成长没有因此而增加，而且它现在陷入一个更严重的困境是，现在包括那个雷军、小米都说什么？我要增加更多的人形机器人，可是人形机器人会增加什么？取代让中国的就业率更低哦，因为它很多的本来低阶的工作已经都没有人做了。如果它再大量补贴，我这也要强调是补贴的方式，补贴机器人去取代那些就业率，它可能内需消费会跟着它，所以反映在京东内需消费拉不起来。所以现在习近平急于什么？他现在去见川普是在创造一个。让自己的执政成绩非常美好，叫做居兔2大国的梦想，以至于面对交代说国内的成绩的时候，他很难交代。可是如果有这个居兔的幻梦，他就可以解决问题。可川普也达到什么？我要解决是美国出口逆差的问题，我要解决美元的问题，美债的问题也解决了。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